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娘家拆迁，赔了2套房子和100万赔偿款。当晚，公婆就打电话请我回家吃饭。婆婆说，女人以福为天，夫家好才是真的好，你想要过好日子，还得指着夫家。公公说，你爸妈就你一个女儿，以后都得指着我儿子养老，所以财产必须得交给我管理。你现在回家，让你爸妈把钱和房子都过户到我的名下，以后每个月我会给他们发养老金，不会饿着他们。我笑颠了，做梦想屁吃的老黄瓜，竟然还想拿养老威胁我娘家。我转手就把恋爱脑的老公拐走，让他们尝尝孤独终老的滋味。这已不是公婆首次上演这般戏码。记得去年初秋，公公独自在家，婆婆外出劳作未归，他便发来信息，家中冷清无人。我这老腿越发不利索，连口热汤都喝不上。信息后附的是他独自坐在门前石阶上的照片，背影显得孤寂而苍老。新婚不久的我，当时还未能识破这般伎俩，误以为公公真的因婆婆不在家而感到孤单，又因吃不上热饭而心生委屈。于是我迅速为他下单了外卖，选了4样小菜，还特意备注了要热汤。爸，我和许浩今晚都要晚归，家里就不做饭了，我已经给你们点了外卖，您和妈就安心吃吧。然而公公并未回应我的关心，反而继续他的苦情戏。邻家那新媳妇一进门就把工资卡交给了公婆，让他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这才是真正的孝顺啊。见我不回应，他又接连发来几个大拇指的表情，似乎是在暗示我，小慧啊，你是新媳妇，应该多学学人家。我将这段对话截图发给许浩，质问他的父亲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在我的观念里，男人是赚钱养家的，女人是管理家庭的。我的父亲从结婚起就从未管过家里的钱财，周围的叔叔伯伯也都是如此。婚后，男人将钱交给女人管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而公公竟然想要儿媳的钱，这简直是闻所未闻。许浩立刻打来电话，老婆，你别生气，我这就去跟他谈谈。听着许浩的安慰，我心中的怒气稍微平息了一些。其实，在我和许浩结婚前，他的工资卡一直都是由公公保管的，每个月只领取固定的零花钱，这曾是我父母对我俩婚事的最大顾虑。好在许浩为了我，最终鼓起勇气从公公手中要回了工资卡。但自此以后，公公对我的态度便明显冷淡了许多。我盯着手机屏幕，心中的不满如潮水般涌动，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忍耐，没有将公公拉黑。我决定给许浩一次机会，只要他能让公公明白我们的小家需要独立和尊重，那我就当这些不愉快的消息没发生过。刚消停没多久，公公的信息又如潮水般涌来。现在的媳妇啊，翅膀硬了就不听老人言，迟早要吃大亏。儿子是妈的心头肉，媳妇你别太过分，每一条都带着刺，扎得我心烦意乱。我再也忍不住，直接将聊天记录截图发到了娘家群，并附带一句，爸妈，你们看看，这就是许家的家风。娘家群里瞬间炸开了锅，爸妈的语音消息一条接一条，小慧，你怎么受这种委屈也不跟家里说？许家这是什么意思？欺负我们娘家没人吗？我听着爸妈的关心，心里暖暖的。这时公公的电话又打了过来，我瞥了一眼，直接挂断，然后把他拉进了黑名单。这种时候，
我不能再让他继续作妖了。娘家群里，哥哥和嫂子也开始为我出头。哥哥，许家这是摆明了不尊重我们刘家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嫂子，小慧，你放心，我们娘家永远站在你这边。看着家人的支持，我心里充满了力量。就在这时，公公又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：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好，你们年轻人不懂。我冷笑着直接回击：我们年轻人或许不懂您的老规矩，但我们懂得尊重和理解。您如果真的为我们好，就请放手，让我们自己经营小家，不要再插手我们之间的事情。群里一片寂静，显然是被我的直接给镇住了。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，公公的固执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。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保护好自己的小家，不让任何人来破坏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公公似乎收敛了一些，没有再明目张胆地作妖。但我知道，他并没有真正放弃他的想法，而我也做好了应对的准备。直到某一天，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，城市规划圈地，刚好圈到我家老房子。拆迁赔偿能有100多万加2套安置房，我爸答应给我们买一辆新车，我和许浩都很高兴。我们正兴奋地畅想有车后的日子，婆婆电话来了：慧慧，这些天我做你爸的思想工作，他已经知道错了，他不该给你发那种乱七八糟的消息。妈相信你是个好姑娘，是真心想和许浩过日子的。你是他老婆，要多为他考虑，你也不想看他夹在中间两边为难吧？婆婆好声好气说了一大通，然后邀请我们晚上回去吃饭。你们明天来吃饭，妈烧了你最喜欢的番茄牛奶。我犹豫了一会，妈，算了吧，我内心不是很想再和公公接触。从我和许浩谈恋爱开始，他就看我不顺眼，结婚的时候不想给彩礼，嘲讽我爸妈思想陈旧，张口要彩礼就是想卖女儿，最终还是老公自掏腰包才顺利结婚。而我婆婆这个人，我实在不喜欢，她是典型的旧社会女性，丈夫说的话堪比圣旨。公公50岁就不肯出去上班，全靠婆婆养着，她白天上班，晚上伺候丈夫，心甘情愿自我洗脑。我们女人啊，以服为天，伺候男人就是我们的本分。我压根就不会相信婆婆说会做公公思想工作的事，公公放个屁她都会夸赞一番，怎么可能会反驳她？架不住她再三邀请，老公终于心软了，戳戳我肩膀，口型示意我答应，我只好点头同意了。吃饭当晚，婆婆果然做了一桌子菜，老公得意地向我邀功，你看，爸妈心里还是很疼你的。可我心里预感不对劲，果然，吃饭前公公用筷子敲敲桌子，许浩，你坐到左边，让刘静和你妈坐一起。我终于知道哪里不对劲了，桌上有18个菜，所有的肉菜都放在左边，而右边都是素菜。婆婆从后面把我按在椅子上，他们男人坐一堆，方便喝酒，你和我坐一起，我有话和你说。我脸色阴沉，只想赶紧吃完，赶紧走。坐下没一会，婆婆就指挥我，让我给她布菜。什么布菜？我没听错吧？大清已经亡了多少年，他们还搞搓磨媳妇立规矩那一套呢？我杵在椅子上一动不动。婆婆不满意了，嫁人就要有嫁人的样子，我不管你以前在家怎么娇生惯养，你既然嫁进了许家，就是许家人，该学的规矩一个都不能少。我气得大口呼气，已经到发怒的边缘。婆婆当作看不见我黑脸，自顾自地说教，我教你都是为了你好，女人要学会服侍自己的丈夫。我狠狠瞪了眼许浩，
这就是他嘴里说的疼我。老公慌忙打圆场，站起来给婆婆夹菜。妈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夹。婆婆不满地看着许浩，这女人一旦结了婚，在娘家就是外人。说到底，你和许浩才是一家人。我听说你娘家拆迁得了不少钱。婆婆若有若无地看了眼公公，男人就是我们的天，只有自己男人过得好了，我们才会过得好。而且你家就你一个女儿，这些钱以后都是你的，你去跟你爸妈说说，让他们把钱和房子都让出来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婆婆。婆婆像着了魔一样，继续给我洗脑。你们现在还小，把不住钱，这些钱就让你爸替你们保管，你娘家那也不用操心。你爸每个月给他们发生活费。不光我听不下去了，老公也听懵了。妈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慧慧家拆迁是他们家的事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人家父母都是高知分子，怎么处理财产不需要你管。公公梗着脖子犟道：农民怎么了？农民也把你这个大学生培养了出来，他父母再有本事，在市里当高官，也就生了他一个女儿。他们以后想养老，还得指着我这个农民生的儿子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许家就是我做主。他们要是识相，就把拆迁款交出来，以后我还能赏他们一口饭吃。我气得胸口痛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？我直接冷脸，拎着包就要走。婆婆不服气地嘟囔：你走也没用，没儿子就是没根。你爸妈生来就要低我们一头，我乳腺都要被炸了。恶狠狠地瞪向许浩，许浩脸羞得通红，不敢看我一眼，反驳公公：就算我丈母娘不给我1分钱，我也会给他们养老。公公拉长马脸，但婆婆急了：不给钱，欠的外债怎么还？我当即愣住了，怎么还有外债？结婚前许浩的工资卡都把在公公手里，结婚没让他们出1分钱。3金彩礼是许浩搞外快另外赚出来的，婚宴酒席是我爸妈定的，怎么可能还有外债？许浩忍不住开口：妈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那债见事情败露。公公用力打了下婆婆手心，婆婆立马像鹌鹑一样低下头。我们在湘西湾买了套房子养老，还剩78万房贷。老公立马炸了：买房子，湘西湾的都是别墅，最低也是200平户型。买房子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公公站起身，劈头盖脸的一顿骂，大概意思是他的钱，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让我们不要管。这房子是他买来养老用的，只写他一个人的名字。如果许浩和我能把他晚年伺候得舒服，这房子就过户给我们；如果不能，他宁愿捐了，也不会留给我们1分。许浩苦笑，脸上溢满了失望。所以你之前逼慧慧和我上交工资卡，就是为了帮你还房贷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，把养育孩子当投资，见到一点钱星子就像苍蝇一样往上扑，巴不得把孩子钱包吸空了，自己享福。回家路上，许浩崩溃大哭，即使这样，他还想安抚我：老婆呢，放心，爸妈的拆迁款我不会要1分。只有全天下最没本事的男人才会盯着女人娘家的钱。我家之前拆迁赔了不少钱，我从上大学开始就自己兼职赚学费，没再花过他们1分钱。拆迁款都在我爸手里捏着，他们手里的钱够用。许浩家早5年拆迁，大片的农田鱼塘赔了不少钱，原本够在县城换4套房子，公公就要了2套，其余全换成现金捏在手里。他们买湘西湾的别墅，完全能全款拿下。现在公公故意背上贷款，就是想把钱留在手里，逼我们掏出工资
帮他还贷。许浩落寞地伏在我肩头，像只被遗弃的小狗。从小我爸就跟我说，家里为了供我读书花了很多钱，一直给我精神施压。我从高中毕业就出来打零工，赚的钱都交给他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家里拆迁得了笔巨款，我想要台电脑，他都不肯给我买，闯到我学校，当着所有人的面骂我败家子。我是他儿子，生来就比他低一头，他怎么欺负我都行，我都认。但你是我媳妇，他怎么能欺负你？1.8米的大男人哭得稀里哗啦，钱钱钱，他眼里就只有钱。你和我结婚，他就出了一套毛坯房，已经很少了。你装修婚房就花了30万，现在爸还要给我们买车，我爸还不知足，竟然还打你家拆迁款的主意。因为他，我在你面前都抬不起头，我感觉我就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。我心软抱住他头，好了乖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只要我们好好过日子，这些都不重要。经过这一次的事，许浩再次刷新了对公婆认识他，跟我约法3章，从今以后，除非过年过节，否则少接触少来往。没想到公婆还在变本加厉地作妖，他把我们的婚房挂到了中介，甚至还给他们留了把备用钥匙。当第3次中介带人来看房时，许浩刚从浴室里出来，他气得把看房的人赶了出去。爸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公公理直气壮，没错，房子就是我挂的，房本上是我的名字，我就有权卖。这套房子在结婚的时候说好是给我的婚房用的，装修家电每一样都是我老丈人家出钱买的，你凭什么卖？公公蛮不讲理。那我不管，现在我没钱还房贷，就是要卖，要么你就按市场价给我80万，我就继续让你住，你们看着办吧。钱钱钱，又是钱。老公气不过，回拨过去，你怎么可能没钱还贷？拆迁款呢？你又花哪了？电话那头，公公开始口吐芬芳，星号星号星号，老子钱轮不到你来做主，这是我养老钱，谁都别想动。许浩怒极，用力把手机摔在地上，我既心疼又委屈，这怎么办？许浩蹲下身，冷静了几秒，还能怎么办？就先住着。我就不相信他还真能把房子卖了，让儿子睡大马路去。许浩发了狠，是要和公公犟上，没想到公公说到做到，用低于市场价10%的价格快速出手。听中介说，买房的人就是看中了这套房子的装修，才愿意买的。许浩烦躁地挠头，而公公此时却显得淡定很多。只要你现在给我转80万，我立马把房子从中介撤下来，你还能继续住那儿。许浩被气笑了，这不就是在逼他拿钱出来？我抢过手机，你想卖房子可以，但我家出的30万装修款你必须还我。关我屁事，又不是我让你装的，有本事你就把装修的拆掉带走。公公怒气冲冲地挂断电话。许浩苦笑地看着我，这怎么办？我们刚结婚，手头工资刚好够用，到哪儿凑80万给公公？而且就他那无赖样，只要被他拿捏了一次，下次他还敢用房子来开口跟我们要钱。我心里发冷，看着许浩愈发冷静，这样的家庭就是个无底洞。如果许浩想让我回娘家借这80万，那我会对他彻底失望。你怎么看？许浩抱头蹲地，最后试探性的抬头问我，老婆，你愿意和我租房子吗？听到这话，我松了口气，看来他还算有救。我含笑点头，当然愿意。许浩飞扑起来拥抱我，温热的气息喷吐在我颈间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挣出一个家。许浩被他父母伤透了心，
当即联系搬家公司，把行李全部搬走。我爸妈听说这件事，表示愿意把其中一套安置房分给我们。许浩委婉拒绝，他说：“慧慧跟着我已经受委屈了，我不能再占二老的便宜，我会自己赚钱给慧慧挣一个家。”因此，我爸妈更满意许浩。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完后，我叫了装修公司，把所有的装潢全部砸了个稀巴烂，然后把毛坯房照了几张图片，打包发给公婆。完璧归赵，装修我都拆走了，希望你们能卖个好价钱。对了，我听中介说你们已经和买家签了合同，现在精装房变毛坯房，算你们违约，3万块的违约金记得转给买主哦。紧接着，公公的电话就急促响起，我想都没想，挂断关机，一气呵成。没过一会，许浩的电话就响了，公公的怒骂声从那边传来：“你个星号谁养的？什么星号东西，敢砸老子的东西，连个女人都管不住！我真替你感到害臊。星号了个星号！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再不把拆迁款要过来，以后你就别认我这个吧。”公公整整骂了3分钟，许浩再也听不下去，烦躁地揉了揉额头，学我关机。经过这一闹，许浩沉稳了许多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他都一手包办。有的时候他陪我爸喝酒喝多了，就会抱着我哭泣，呜呜鸣：“老婆，我只有你了，你信我，我一定会尽快给你个家。”许浩变得很喜欢赚钱，再累的业务他都接，只要能赚钱，他甚至能陪客户喝到胃出血。每个月最开心的日子就是发工资，每赚一笔，他都会交给我。很快，我们就攒够了买房的钱。而当公婆听到我们买房时，第一反应不是开心，而是暴怒。房子精装房交付，只要把家具安置好就能入住。幸好之前装修的家电家具都在出租屋，我和许浩请了搬家工人，很快就将新房安置好。就在我们喜滋滋的庆祝时，公公拿着大砍刀闯了进来，败家子东西，有钱买房，没钱养父母。公公举起大砍刀，发了疯似的砍向许浩：“我今天就好好教教你什么是孝顺。”婆婆站在一旁神神叨叨：“家里那么多房间不住，花这糟钱买这鸽子笼，年纪轻管不住钱。当初你们就应该把工资都交给你爸保管。这套房子小2居，面积虽小，但5脏俱全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我和许浩凭本事买下来的，公婆没出钱没出力，凭什么气他？”公公神似疯癫，我一个人控不住他，寻求婆婆帮助。妈，你再不帮忙，许浩就要被砍死了。婆婆恶狠狠地指着许浩，打死拉倒，这种不孝子孙，在以前都要游街示众。当初买家看中房子，就是喜欢装修，而我在临走之前把装潢全部砸烂。买房看见是毛坯房，十分生气，拿着买房合同就把公婆告上法庭。公婆平白赔了别人3万块违约金，公公把这损失的3万块钱全部归咎到我头上，整整3万块钱呐！你这个败家子，当初你生下来，我怎么没把你掐死？婆婆捏着佛珠，恶狠狠地诅咒我，紧紧抿着嘴，生怕自己把心里话骂出来。公公汗如雨下，扶着栏杆，不停地喘粗气。许浩看他的眼神像看仇人，他从没想过有一天举刀想杀自己的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。兔崽子，你看什么看？再看我把你眼睛挖下来！许浩突然笑了，笑着笑着捂脸哭泣。爸，你眼里只有钱，我在你心里就是赚钱的工具。现在我这个工具不再交钱给你，你就想杀了我？
公公仍在嘴横，我花钱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当然要孝敬我。老公崩溃了，你现在算清楚，我到底花了你多少？我一分不少的全还你。闻言，公公真的拿出一张纸，坐在沙发上一笔笔算起账来。他嘴里念念有词，许浩越听越心寒。总共50万，只要你能把这笔钱还清，我们就算两清。老公冷冷地说道：我现在没钱。公公像早料到般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借条，那你打借条，等你有钱了就还我。许浩没有磨叽，刷刷刷签下名字，拿到欠条。公婆终于心满意足地离开。从那以后，许浩变得沉默寡言，每天不是出差就是加班，为了赚钱越来越不要命。原来那套婚房也被公婆卖了出去，不过是毛坯房，只卖了60万，加上许浩已经还的17万，刚好够填湘西湾别墅的亏空。有了别墅，老两口到哪里都挺直了腰，而许浩却加班得越来越晚。直到这天，我兴奋地把他喊回家，递给他一只小盒子。许浩胡子拉碴，双眼无神，他先是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不扫兴地打开盒子，盒子里装的是支验孕棒。许浩捂着嘴瘫坐在地，他双手颤抖，紧紧握着验孕棒，抬头看向天花板，深吸一口气，将热泪咽下。许浩紧紧抱着我，老婆，谢谢你。我拍了拍他的后背，我知道他有心结，他被亲生父母背刺，让他对家庭彻底丧失了希望。这个孩子的到来，让他对人生重新燃起希望。老婆，我想出去创业。许浩眼睛亮晶晶，建筑行业正值红利，他手里积攒了不少客户资源。为了不给他添麻烦，我尽量自己照顾自己。但孕早期，我经常恶心，吃不下饭，很快瘦成皮包骨头。许浩看着心疼，内心挣扎了许久，背着我打电话给婆婆。婆婆想都没想就拒绝，现在的女人就是矫情，刚怀孕就要享福。想当初我把你生下来，第2天就下地干活。老公强压火气，你这样做就不怕会寒心吗？婆婆趾高气昂，别拿养老那套威胁我，等我老了死了，随便找个山头一躺，绝不会麻烦你们。婆婆的大概意思是，她和公公手里存够了养老金，以后不会花我们1分钱。同样，现在我们有困难，也别想找他们帮忙。如果非要请他上来帮忙，也不是不可以，每个月必须给1万块钱的工资。老公被气得鼻子不是鼻子，嘴巴不是嘴巴，一气之下从家政市场聘了位保姆，专门负责我。相反，这样的安排正合我意。婆婆强势，一心想给我立规矩。许浩忙于工作，常常不在家。如果婆婆趁机给我难堪，我才是真的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本以为日子能这样平安无事的过去，没想到1月后，婆婆拎着大包小包主动上门。婆婆把保姆赶走，又要训斥我：许家出了你这么个媳妇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花钱请保姆，你真以为自己是皇后啊？酸到发臭的酸豆角装了满满一麻袋，浅黄色的腥水溢到地面上，我脑袋嗡嗡响个不停，立马拨通许浩的电话，让他赶紧回来。而等他回来时，已为时已晚。从明天开始，我就待在这儿。我打听过了，保姆的市场价是6000，你是我儿子，我就收你4000。婆婆威严地躺在沙发上，我赶了1天路，腿都酸了。你去给我打1盆洗脚水，替我按摩按摩。我冷着脸不说话，自顾自地回房间，把门一关，眼不见为净。婆婆见我不理她，气得砸门，
不管她在门外怎么骂，我都当没听见。婆婆没闲着，在房里四处乱转，挑小毛病辱骂我。懒女人才用洗衣机，又费水又费电，钱是大风刮来的，让你这么……婆婆打开餐边柜，把里面的零食全部扔进垃圾桶。吃吃吃，我让你吃，不出去赚钱嘴还馋。手机叮咚叮咚连续响起，我皱着眉头打开一看，嚯，好家伙！婆婆又把我拉进了家族群中，专门爱我，一连发了好几张我家里的照片，甚至还有我晾在阳台的内衣。婆婆爱我，大家都出来评评理，结了婚的女人竟然敢穿这种内衣，伤风败俗。配图是我镶有蕾丝边的内衣照，我气得气血翻涌，不管不顾冲向阳台，从婆婆手里抢过手机。你滚，我家不欢迎你。婆婆脸色那叫一个精彩，你强盗啊，抢我手机！我把她在群里发的消息全部撤回后，把手机扔回她怀里，还你，拿着你的东西给我滚。这时许浩匆匆赶到家，婆婆厉声尖叫，看看你娶到好媳妇，竟然敢让婆婆滚，也不看看她是什么东西。发生了这么多事，许浩再也不信婆婆嘴里的任何一句话。她抱着我，努力安抚我的情绪。我颤抖着手指着她说，她竟然把我的内衣照发在群里。老公刚才急着赶路，根本没有时间看手机。打开聊天界面，第一条就是小舅辣眼评论：小南爱我。没想到外甥媳妇私下里玩得这么花，还加了个瑟瑟表情。许浩阴狠地盯着婆婆，婆婆终于害怕了，是她犯贱，她敢穿得这么骚，还怕别人说。许浩用力一推，把婆婆推倒在地。你再骂她一句试试看。婆婆慢慢往后挪屁股，仍不甘心怒吼：许浩，你丧良心！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，你竟然敢跟我动手！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你是要遭报应的！我诅咒你老婆生不下来，死光了才好。她没注意到许浩脸色越来越狠。当婆婆最后一句诅咒孩子时，许浩再也忍不住，把地上的行李全部拽起来往外面扔。你滚！我没你这个妈！许浩把婆婆赶走后，公公在家族群里又把许浩拉出来好一顿骂，扬言要和他断绝关系，以后的财产1分钱都不会留给他。许浩根本不在乎，直接退群。公公仍不死心，在我们同小区租了套房子，每天蹲守在楼下，只要许浩一去上班，公公就上来疯狂敲门，多次和物业反映，物业也没办法。保安队长无奈，这毕竟是你们家的私事，我们不好处理。许浩尝试和公公沟通，但公公根本不理。更恐怖的是，他隔三差五买黄纸符咒，蹲在我家门口设坛做法。我害怕，想回娘家住一段时间。许浩考虑到我爸车祸受伤还在医院，不想给我妈添麻烦。许浩眼里闪着凶光，你放心，如果他们敢伤害你和孩子，就算我拼了这条命，我也会保护你。之后的时间，许浩都待在家办公，只有买菜扔垃圾才会短暂下楼一趟，但即使是这样防，也没能防住他们作妖。怀胎8月，我疲累不堪，许浩出去扔垃圾不久，门铃声响起，我轻笑，这家伙又忘记带钥匙。防盗门刚开了一条缝，公公就闯了进来，婆婆跟在他身后，端着一只烟灰缸。我大惊失色，你们想做什么？意识到危险，我立马转头往卧室跑。可一个孕妇的体力怎么可能敌过常年混迹工地的男人？我很快被抓住，透过阳台的窗户，我看见许浩被大姨堵在楼下，这可是我从寺里特意求来的生子偏方。
你乖乖把它喝了，保准你生男胎。我含泪拼命摇头拒绝。黑乎乎的符水送到我嘴边，我死活不肯张口。宝宝在肚子里仿佛意识到危险，频繁跟打肚皮。死娘皮子，赶快给我喝掉！你肚子尖尖，一看就是怀的赔钱货。只要你喝了这符水，就算是女娃都能给转成男胎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原来他们守在门外这么长时间，就是迷信做法，想让我生男胎，竟然还找了这种符水逼我喝。他们简直就是疯子！我拼命挣扎，不管公婆怎么强逼，我都不肯张嘴。老头子，上！婆婆眼神示意公公，我的鼻子被紧捏住，强烈的窒息感逼得我不得不用嘴呼吸。咕噜噜咕噜噜，见我嘴巴张开一条缝，婆婆癫狂地掰开我嘴巴，将烟灰缸卡进我嘴里，符水拼了命往我嘴里灌。我意识越来越迷糊，昏倒的前一秒，听见许浩崩溃大喊：“老婆！”等我再次清醒时，女儿已平安落地。许浩1.8米的壮汉，哭得像个孩子。他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了。据他说，他被大姨拦在楼下，等他意识到不对，跑上楼时，我已经下身见血，昏迷不醒。救护车将我送进医院，当晚就 ICU。医生说，如果再迟送来几分钟，大罗神仙都难救。公婆自知惹了祸，当天跑回老家。许浩确定我们母女平安后，将我妈亲自接来照顾我，随即杀到公婆家，把家具装修砸了个稀巴烂，就连院子里养的鸡鸭鹅一个都没放过。公婆呼天抢地，许浩还不解气，用红油漆泼墙，写下杀人凶手的字样。乡亲聚集在门口指指点点，当着众人的面，许浩发誓和公婆断绝关系。公婆骂他没良心，要把他告上法庭。赡养费不是你说的算，该给多少钱让法院去定。从今以后，我每个月会按时给你们打钱，但是如果你们再敢来骚扰我老婆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。村子就那么大，公婆做的那点事很快传遍了，没人帮他说一句话，都骂他活该。5年后，许浩公司越做越大，为了弥补我，他将公司全部股份都给我，每年几千万的盈利都流进我的账户。他眼睛眨都不眨。我问他心不心疼，他语气坚定：不心疼，你是我老婆，我答应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许浩沉迷于赚钱，他说这样的日子还不够好，他要赚更多的钱，让我和孩子享福。我知道他这是穷怕了，因为没钱被公婆桎梏的困窘日子太难过了。我们换了豪宅，配了豪车，但公婆的日子却越过越差。许浩当众发誓要和公婆断绝关系，公公也憋着一口气。他到现在还认为自己是一家之主，手里掌着家里的财政大权。许浩想要得财产，就必须来讨好他。可是他根本不知道，许浩已经年收入过亿，根本不会在乎他手里的3瓜2枣。眼见着儿子一直不来道歉认错，就连过年都不回来，公公脸上挂不住，终于在一次年夜饭中爆发了。他猛地站起来，灌了一瓶酒，从怀里掏出一沓现金，甩在堂哥面前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儿子，只要你好好伺候我养老，叔叔所有的钱都给你。堂哥笑得牙不见眼，急忙慌地将钱塞进裤兜里，又给公公敬了2杯酒，把他吹到了天上。从那以后，堂哥一家把公婆接到家中，一天3顿饭，晚上再陪着遛弯。只要是公婆开口说好的东西，第2天准出现在家里。公公真的过了一段好日子，直到小侄子上小学，堂嫂想去县城买学区房，存款7七八八，加起来还差5万块。
堂哥一家就把主意打到公公身上。公公一天是要借钱，立马跳了起来，想都不要想，哼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。公公把堂哥臭骂一顿后，又改变主意，想要我出钱也不是不行，房子得写我的名字，而且我腿脚不好，只能买1楼，主卧也必须给我。堂嫂气的呀，就差指着他鼻子骂老不死。房价总共80万，他想出5万块钱就拿到100%的产权，这怎么可能？而且就是为了孩子上学买房子，写他的名字还有屁用？老不死的，活该你儿子不要你，狗东西，活该断子绝孙。堂嫂又哭又闹，把本家的人都叫了过来。可怜见的呀，我当丫鬟一样伺候他俩，就算当保姆，1年工资也有5万的吧？这老东西不讲良心啊，要喝我的血，吃我的肉啊！堂嫂跪在地上哭，婆婆神助攻，傻媳妇，你就算把房子写你叔叔的名又咋样？等我们死了，这房子钱还不是你们的？听着这近乎于疯癫的话，堂哥终于醒悟了。他们一家人，包括公婆，都被赶了出去。婆婆站在大门口哭天抢地，大骂堂哥忘恩负义，连自己的叔叔都不养。堂哥呸了一声，甩袖离开。从那以后，公婆在村子里彻底混不下去。婆婆骂许浩是白眼狼，骂许浩没良心。公公更绝，逢人就说许浩的坏话，说许浩在外面找小三，说许浩公司破产，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。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，很快在村子里传开。但公婆不知道的是，许浩公司越做越大，已经是上市公司老总。许浩虽然平时低调，但每年捐款上千万，他的名字在新闻上经常能看见。他们越抹黑，许浩的名声越好。公公见抹黑不成，又开始哭穷，说许浩不管他们，说许浩有钱宁愿给外人也不给他们。村民终于忍不住对他，你家那个好儿媳被你气到住院，连孩子都差点保不住，现在你还想人家来伺候你？你那儿子好福气，找了那么好的老婆，要是我早就偷着乐了，哪像你这样，竟然还想着把人家往死里逼。许浩对你够好了，每个月按时给你打钱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就是人要知足。公公被对得哑口无言，灰溜溜回家。婆婆不甘心，又跑到许浩公司闹。许浩让保安把他赶了出去，他就在公司门口撒泼打滚。许浩让人录下视频，发在家族群里，如果你们再敢来骚扰我老婆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。许浩发完这句话，直接退群。公婆见许浩真的不管他们，终于慌了。他们开始四处托人找许浩，但许浩根本不见他们。他们终于意识到，许浩这次是铁了心要和他们断绝关系。许浩给我和女儿最好的一切，只要是我喜欢的东西，他从不吝啬。他越来越疼我，不管工作多忙，都会回家陪我们。每年假期，他都会抽出时间带我出去玩。他说要把亏欠我的全部弥补回来。我很幸福，女儿也很幸福。许浩成了女儿奴，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陪女儿玩。女儿很黏他，每天晚上都要他讲故事才肯睡觉。看着女儿熟睡的小脸，我和许浩相视一笑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简单而幸福。公婆见许浩真的不管他们，终于慌了。他们开始四处托人找许浩，但许浩根本不见他们。他们终于意识到，许浩这次是铁了心要和他们断绝关系。公婆开始后悔，他们后悔当初对许浩的所作所为。他们想挽回许浩，但已经晚了。许浩对他们已经彻底失望。
他不会再给他们任何机会。公婆的晚年生活过得很凄惨，他们没有了经济来源，只能依靠微薄的养老金生活。他们住在破旧的房子里，每天为了生计奔波劳碌。许浩偶尔会从新闻上看到他们的消息，但他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。他已经走出了过去的阴影，开始享受现在的生活。他感激我当年救了他一命，如果没有我，他可能早就崩溃了。他说我是他生命中的光，是他最珍贵的财富。我们相互扶持，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。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，我们都很珍惜彼此。公婆的晚年生活虽然凄惨，但这也是他们自找的苦头。他们当初对许浩的所作所为已经注定了他们的结局。许浩和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我们有了可爱的女儿，我们的家庭充满了爱和温暖。这就是我们的故事，一个关于爱、勇气和坚持的故事。我们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给那些正在经历困难的人一些启示和勇气，让他们相信只要坚持下去，就一定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